你害怕被 AI 取代吗？你害怕失业吗？不要担心，设计师也要加入我们的行列了。大家好，我是哲嘉。最近 Cloud 又出了新的工具，那这次出的工具叫做 Cloud Design。那这个工具呢是用来使用 AI 生成设计稿。那相关的工具其实有不同家有做，像是 Google 有做出 Stitch，还有 Figma 有做出 Make。那我之前也有做过介绍，我会把相关影片的连接放到下方资讯栏。那这个免费版还不能使用，就是你一定要至少订阅到 Pro 才可以使用。那我今天刚订阅，然后帮他画了2个设计稿，然后做了一份简报，然后它的周的使用量就已经到达40%了。那它是每一个礼拜都会 renew 一次。那我之前也使用过其他工具，那相较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使用起来的开发体验还蛮不错的。那使用方式就是打开 Cloud 的网页之后，它的 design 就位于这个地方，然后按下去。那我们先大概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那这边就是可以选这个 prototype，就是用来生设计稿。那你可以选就是比较简单的 wireframe，或者就是比较完整的 markup。那这个 slide deck 就是让你去生简报。这个 from template，它是说你要先生一个专案，然后再把之前的专案转成 template。那之后可能就可以用这个 template，然后再往下进行开发。但它这边给了一个应该是 example 吧，然后就可以选，然后打个名字，然后就可以创这个专案 from template 这样。那这个阿德没有特别指明要做什么，那我在最后再介绍。然后这边的话有一个 design system，然后按下这边 create，就是可以去 link 到你的 GitHub，然后也可以 link 到你的电脑上的 code，但是它不会是整个 repo，就是你选了哪些档案上来，然后让它 link，然后这边也可以上传一些应该是设计档吧，然后再来字型，然后 logo 什么的，然后 back。那我们就先来生一个 wireframe，在 prototype 这边选 wireframe。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寻找美食的 APP， Wire， 然后 Create。那左边这边就是可以去选它的 model。那我们来省一点用量，用海苦就好了。然后这里就是可以附加档案，然后这个是语音，然后 import 这边就可以去，还可以连接 GitHub，然后上传设计档，然后 Web Element 什么的，然后这边可以选一些 skill，那这边就选你觉得你可能会用到的 skill，然后就可以 import 进来。然后 import 这边还有一个 reference，这应该就是 template 吧，可以就类似用那个 template，就 reference 从另一个 project 这样。好，那我们来贴 prompt。我想设计一个寻找附近美食的 APP，然后 send，那就会开始生设计稿。然后它这边我觉得开发体验很好，就是它就会给一些选项让你问问题。那好，我看一下哦，那就选快速找到好了。那最重要的资讯距离和评分怎么展示？用地图好了。需要互动的功能，那就这个筛选，然后排序，多少个页面？我们只是要试一下，那就主页面就好了。现有的设计系统或参考，没有，从零开始。偏好简洁，然后一个就好了。哦，continue。那这边还可以就是画一个 sketch 这样，
哦，它设计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用起来怎么样。可以去点这个上面的图，然后就会有对应的餐厅，然后右边也是一样，然后可以做一些筛选。那选用的模型不一样，好像真的有差。像我是用海口，所以它就是用的非常的简略。那我之前也是升 Wire 分，但是 Model 是选 Sonix，它就好很多，很明显。然后它的提问好像也不一样吧，看一下哦。哦，他还有问就是RWD 吧，然后什么优先，然后到那时候选了手机优先。反正你选用的模型就是会差非常多这样。那我们就回去来试试看这个 Markup。所以 Model 用海苦真的蛮糟的，但是我之前已经用 Sonnet 试一下 Markup，那我们就试试看它会有多糟好了。一样也是刚刚的副的 APP，然后 Markup Create，然后大家发现这边的 Chat 有没有就是不一样？对，没错，它那个升 Wireframe 或者升 Markup，其实它就是 import 不同的 scale，所以事实上不论你从哪边进来，你这边 scale 用的不一样，它就可以变成就是 Wireframe 或者变成 Markup 这样。好，那我们一样贴刚刚的 prompt，我model，好，试试看用比较差的 model 看看，然后开始。好，那我们就一样选，我们选功能多一点好了，看它会不会变得比较漂亮。一个完整。主要用户。哦，我觉得这个 Markup 好像会比 Wireframe 再问得更仔细。哦，他这边就有问那个 RWD 是什么优先这样，兼顾所有，做行动就好了。好，Continue。那我们就来使用看看，这边可以选菜系评分，然后距离，然后两种观看方式。像这样。那我之前用 Sony，它是做的像这样，嗯，像就是好很多呢。那设计稿生完之后，就是除了可以从聊天这边去改，也可以用这边的工具，跟这个设计稿互动去改。像这边可以点 Comment，那就可以很精准的去选这个 element。那比方说选这个，然后改一下 icon，然后 send to cloud。那它这边是把 icon 都改成同一种了。那我们来看其他的互动方式，像这个 edit，你可以就去选它的 element，然后直接在这边改 style。然后做的话就是互动还蛮好的，就是可以这样子把它圈起来。然后比方说你点一下，然后就可以在这边打字，然后按 send，
然后它一样就会去改了这样。那最后这边就是可以 share，然后可以调一些权限，然后这个 link 只有谁可以看到这样。然后复制专案，然后把它变 template，或 download 绘出等等，然后也可以绘出成一个 HTML，然后可以送到 Canva。那我们要把它实做的话，当然就是要把它贴给 agent 啦。那这边就很贴心，有个 handoff to cloud code 的功能。那其实它很单纯啦，它就是帮你写好 prompt。其实你直接贴给那个 agent 说，follow 这个 link，然后去实做也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们就 copy command 来试试看。那我已经把 Cloud 打开了，我贴上来试试看。我审好了，是一个 HTML，然后看起来就跟刚刚的设计稿一样，都可以点选。然后刚刚遇到个问题，就是它把档案分成了这个 JSX，然后它是用 script 的方式去引入这个 JSX，然后用 file 打开的话，就是会遇到 cos 的问题，所以我刚刚就是请他帮我改了一下，把这个直接写在 script 里面，不要分成2个档案，这样才能正常的在这个local 的 file 这边打开。那直接贴它那个预设的 prompt 到 Cloud Code，它是会生一个 HTML 啊。那正式的现代前端专案一定是不是这么单纯啊？那最好就是你在一个Vue 的专案或者 React 的专案里面吧，然后把刚刚的 link 丢到那个 chat 里面，然后请它实做成就是 Vue component 或者 React component 这样。那接下来就来示范一下生简报。那就是选这个 slide deck， 那就叫个 PPT， 然后它可以选这个就是用 speaker notes， 就是演讲用的简报比较少嘛，就主要是讲。那有一种简报就是会后大家可以去看详细内容，然后可以当讲义的那种，那你就可以选你想要哪一种简报。那我们就不是 speaker note 这样好了。create， 然后这边就可以打，就是帮我设计一个介绍 Cloud Design 的简报。那我之前也已经生过了，那就不要再浪费 token 了。那总之它就是会长得像这样子，然后就看起来应该是还行啦。那最后这个 other 它就是不像旁边这个 prototype 和 slide， 它有预先 import 一些 skill 这样。那 other 就是都没有 import skill。那你就是看你这次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是空的这个 chat 给你，然后去 import 你需要的 skill， 然后让它做事情这样。那影片一开始说会被取代，其实只是开玩笑的啦，怕有些人信以为真。那我的经验的话，我大概从2024年年初开始在用 AI 这样，然后学很多 AI 工具。那我觉得到头来就是最重要的还是经验还有底层的知识。那工具要学就是都是很快了。那为了更有说服力，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现在是 LLM Full Stack，就是主要现在的专案都是 AI LLM 相关这样。那之前的话，前端Vue 跟 React 的生态系都很熟练了，就什么 Vue 啊、React 啊，然后进阶的框架什么 Next 啊、Next 这些，就都写蛮久的。然后后端的话，一开始是写 Django 啦，然后近几年就是 Fast API 出现了，然后现在都切换到 Fast API。那其他语言的后端就是JavaScript 吧，有写过一点 Node.js 跟 Next.js 这样。那老实说，就是我花在学这些 AI 工具的时间就
也不是很多，就是其实很快就学会了。就像什么 Cloud 啊、Cursor、Codex，然后 Copilot 吧，反正就是很快就学会了。然后之后规格驱动开发出现了嘛，那就学了一下 Spake 还有 FunSpake，可能也就是花个几天就学起来了吧。然后什么 Skill 啊、NCP 这些也是什么的都会吧。那这些 AI 工具学了这么多，就的确生产力还是有大幅的提升。但是就是一直以来最重要的东西，就到现在还是最重要了。那我觉得以软体开发来说，就是可以总结为4点吧。第一点就是基础的底层知识嘛，什么前后端啊，然后云端啊，然后它的一些运作逻辑什么的。那再来就是 System Design，这样就是你迈向 Senior 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研究这些嘛。那第三个就是针对你这个产业的一些业务逻辑，或者我们说这个领域的 domain know-how 这样。那最后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经验。那同样的工具，就是如果驾驶员不同，那它用起来的 power 也会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往专业发展的话，就是还是要好好的学，就是该学的东西。那如果有人说可以单纯靠 AI，然后就是什么程式都不用学，就可以打败专业人士，那就不用怀疑，一定是来骗你去买课这样。就是现在实在是太多了，讲什么现在零基础，然后过去没有程式经验，然后就靠 AI，然后生出什么应用，然后赚了很多钱这样。这在后续一定是会造成很多问题。那比方说就是有人没有程式基础嘛，然后 Vibe 出一个就是医疗相关的产品好了，那结果造成一些比方说生命安全的问题。那这个谁要负责呢？就是传播这些错误观念的人也有责任吧，但是他们也不会受到处罚，那也不会出来承担责任。那他们最多就是出事了再讲一些漂亮的话，然后再卖一波形象这样。就是软体开发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它可能会跟生命还有财产有关，所以就是一定要谨慎对待。那我是哲嘉，我们下次见。